陆太太还有其他事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先走，洋洋还在商场里，我得去接洋洋回家了。海玲心里是有点不舒服的。她是没有肖想过陆东明，但是被陆太太这样要求，谁能舒服？她不过是租了陆东明的商铺，陆东明和妹夫又是好友，加上陆东明也帮过她不少，她对陆东明就热情了点儿。但她是真的没有肖想过陆东明的，却要遭到陆太太的变相逼迫。她没错，凭什么让她离开管城啊？你去吧，路上骑车小心点，车流量太大了。这陆太太勉强温和地说了句。海玲拿起电瓶车的车钥匙，向陆太太说了声再见，起身便走。等海玲走后呢，陆先生很快就进来了，看到老七坐在角落里，他走过去，哎，谈得怎么样？这么快就谈完了？陆先生看到海玲出去的，但见海玲的神情很平静，他实在看不出什么来，不知道两个女人谈成了什么样吧。把想说的说完了，也就谈完了，没谈成功。他和你儿子一样不肯低头的人，他不觉得是他的问题。陆太太默了默后说道，也的确不是他的问题。她长叹一口气，把她和海玲说过的话都告诉了丈夫。最后她说道，海玲说她可以保证，我不答应，她是绝对不会嫁入陆家门的。老公，你有没有觉得海玲很狡猾？我不答应，她不入陆家门，那不是让东明和我闹吗？多影响我母子俩的感情呀。你本来就不答应啊，你母子俩本来就闹了呀，不是海玲的错。那陆太太一噎，是呀，她是没有答应过儿子和海玲在一起。可是海玲向她做出保证后，她总觉得自己似是被算计了。若真说海玲算计了她，又不是。总之，陆太太就是觉得不得劲。老陆，要不咱们家族出手，整一整你儿子，看看能不能把陆氏集团的主场变动到其他城市。陆先生说道，你以为东明的公司是刚起步？陆氏集团都挤入了管城5大集团之一，东明现在身家100亿，再过几年说不定超越了我们家族的资产呢。况且陆氏集团和战氏集团深度合作，你以为动得了陆氏集团？东明和苏南交好，苏家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？那若是让东明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在背后搞鬼，只为了破坏阻拦他追求海玲，后果你想过了吗？有可能会父子反目成仇的。东明看似粗犷大大咧咧的，其实他是个很记仇记恨的人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就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东明去追求海玲，最后海玲嫁入陆家当少奶奶。陆先生说，海玲不是向你承诺了吗？只要你不答应，她绝不嫁入我们陆家门。你就心狠到底呗，让你小儿子当一辈子光棍，让他赞成儿子追求海玲，他做不到，就让他心狠到底，一辈子不答应，他也做不到。做父母的和儿女斗狠，往往都是父母先心软的。早我就说了，不用找海玲，没用的。问题出在你儿子身上。就算你答应东明和海玲在一起，海玲不爱东明，她也不会和东明在一起的。你儿子人家还没爱上呢，陆太太都不知道他什么眼光。那我儿子那么优秀，他也不喜欢，他还想嫁什么样的？离婚女人一定要再嫁吗？我看海玲是真的寒透了心，没那么容易接受新的感情的。如果东明不放弃，估计他得花上好几年时间，看看能不能感动海玲吧。说不定到时候不是你阻拦着他们在一起，是你求着海玲和你儿子在一起。陆太太一脸黑线，我绝不可能去求着海玲和东明在一起的，除非天下红雨。陆先生在心里腹诽着，话说得太满，以后是要被打脸的。说不定他的老妻以后为了求海玲嫁他的小儿子，自己人工制造出红雨来呢。那陆东明在商场守着洋洋，是守得心不在焉。他很想去找母亲和海玲，想知道母亲和海玲谈了什么，海玲会不会因此更加的不想接受他的感情。可是他不能去啊，
他要守着洋洋。海玲把洋洋交给他照看着。洋洋若是有个什么事，他对不起海玲所托呀。他两手插放在裤兜里，在儿童游乐场所的入口处来回的走动，都不知道走了多少个来回，望眼欲穿都还看不到海玲回来。陆叔叔啊，陆叔叔。洋洋玩累了，想回家。他就想出来，但是工作人员不让他一个人出来，并对他说道：小朋友，你看看你的爸妈在不在？不在的话，你再玩一会儿，等他们来接你了，你再出来。洋洋没有看到妈妈，但看到了陆东明，便冲着陆东明大声叫喊。陆东明心思不在他身上，再加上现场也很吵啊，压根儿就没有听到洋洋的叫喊声。还是工作人员走过来，拍了拍陆东明的肩膀。在陆东明扭头看他的时候，他说道：先生，请问你是那位小朋友的家长吗？他不想玩了，要出来。陆东明看到了洋洋，连忙说道：是的，我是他叔叔。说着，他大步走过去。陆叔叔。洋洋指着陆东明对工作人员说道：阿姨，他是我陆叔叔，跟我一仗非常好的，他能接我出去吗？陆东明听海玲说过这里的规定，附和着洋洋的话：我和他妈妈一起过来的。他妈妈出去买东西了，我照看他。工作人员主要是确定两个人认识的。洋洋对陆东明又显得很亲近，便放洋洋出来了。就陆东明拿来洋洋的鞋子，蹲下身去，抱起了洋洋，让洋洋坐在他的一边大腿上。他再帮洋洋穿上了鞋子，然后放下洋洋，牵着小家伙就想走。陆叔叔，我妈妈交了钱的，我不玩了，可以退些钱回来的，其实就是押金。陆东明便又牵着洋洋去退押金。拿回了押金后，他抱起洋洋往外走。陆叔叔，我妈妈呢？洋洋问道。你妈妈出去办点事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陆东明撒了个谎。我们在外面等着妈妈回来啊。洋洋哦了一声。陆东明抱着洋洋下到1楼后，再次问着洋洋：洋洋，想吃什么零食？陆叔叔买给你。谢谢陆叔叔，我小姨家里有很多好吃的零食。不需要再买了，他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在小姨家里过夜的，早上再由阿七叔叔送他去上课，只有他不用上课的时候才会和妈妈一起住。小姨和姨丈都很疼爱他，给他买了很多好吃的零食。你小姨家里的是小姨家里的，陆叔叔买给你的是陆叔叔的心意。洋洋，你要给陆叔叔一个表现的机会啊。洋洋看着陆东明，不是很明白陆东明话里的意思。那陆东明没有进一步解释，而是问着洋洋：洋洋，你有没有想过让陆叔叔当你的爸爸？我有爸爸。陆东明噎了噎后说道：我知道你有爸爸，每个人都有爸爸的，但有些人例外，会有2个爸爸。你想有2个爸爸吗？我给你当爸爸好不好？洋洋摇头。陆叔叔是叔叔，爸爸是爸爸，陆叔叔怎么能成为我的爸爸呢？他又继续说道：我有1个爸爸就可以了，我不要2个爸爸。妈妈总是教我，做人不能太贪心的，要留一点给别人。陆叔叔，要不你去当别人的爸爸吧？这小家伙聪明是聪明，可惜年纪太小，怎么说也说不清楚。洋洋，陆叔叔是这样的意思。陆叔叔很喜欢你妈妈，想和你妈妈结婚，组成一个新家庭，那样我们就是一家3口，你可以叫我爸爸。可是我有爸爸呀。陆叔叔想娶我妈做老婆吗？陆东明笑着：是呀，你会同意我和你妈妈在一起吗？我妈妈要和我在一起。洋洋首先表态，妈妈是他的，你肯定和你妈妈一起的呀。是陆叔叔想加入你和妈妈的小家庭，洋洋同意吗？洋洋看着他不说话。陆东明就耐心地问着洋洋：你喜欢陆叔叔吗？我喜欢陆叔叔，但是呢，我有爸爸了。陆东明：可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离婚了呀。妈妈说了，就算他和我爸爸离婚，爸爸还是我的爸爸呀。陆东明哑口无言。妈妈来了。
被陆东明抱着走的洋洋视线看得远，看到了他妈妈来了，立即开心地对陆东明说道：“陆叔叔，我妈妈来接我了，你等会儿问我妈妈吧。我妈妈同意你加入我和妈妈的家，我就同意了。”事实上，洋洋还是不理解陆叔叔话里的意思，但他知道自己只是个小屁孩，容易被哄骗。凡事由妈妈做主才好，妈妈是大人，没那么容易被哄骗。那只要妈妈同意了，他是没意见的。他现在的确是很喜欢和陆叔叔一起玩，但是让陆叔叔当他爸爸，洋洋觉得自己真不贪心的。他有爸爸就不想再要爸爸了，留着给那些没有爸爸的小朋友吧。陆东明却是停了下来，顺着洋洋指的方向看去，还真的看到海玲从外面走进商场。洋洋，颇为心虚的陆东明连忙叮嘱着洋洋：“洋洋，刚才陆叔叔和你说的话，你不要告诉你妈妈，知道吗？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这是洋洋和陆叔叔的小秘密呀。小秘密就是我们俩知道可以了，不要告诉别人，连你妈妈都不能说。”洋洋说道。“可是妈妈不是别人呀，是我的妈妈。”陆东明又是一噎，他耐心地和洋洋解释了好几遍。洋洋似懂非懂后，反问着陆东明：“陆叔叔，你是不是不敢问我妈妈？”“不怕，有我呢，我帮陆叔叔问一下妈妈同不同意。这小家伙呢，是个固执的娃呀。”洋洋，海玲也看到了两人，朝两个人走过来。陆东明不放心的再提醒洋洋一次，叮嘱着洋洋千万别说。洋洋像是没听到他的叮嘱一样，挣脱他的怀抱，滑下地就小跑向妈妈。“妈妈！”海玲等儿子跑过来了，她牵起儿子的小手，笑问：“洋洋不玩了吗？”“不玩了，我想回家。”“好，我们回家。”海玲看着陆东明近前，神色自若地向陆东明道谢：“陆总，谢谢你帮我照看着洋洋。”“不用客气，我很乐意帮你照看洋洋的。”陆东明伸手摸了摸洋洋的头顶，洋洋是个很好带的孩子。海玲笑笑，然后对陆东明说道：“陆总，洋洋想回家了，我们先回家。”陆东明马上说：“我送你们吧。”“不用了。”海玲抱起了儿子，让儿子和陆东明说再见。海玲，那陆东明想知道他和母亲说了什么。海玲只是扭头冲他笑了笑，就抱着洋洋走了。那陆东明跟着母子俩走。“妈妈，我问你一件事。”洋洋一开口，陆东明下意识就想找个地洞钻进去。这小家伙跟他解释了多少次都听不进去的，还是要跟他妈妈说。“你问吧。”海玲并不知道陆东明和洋洋说了什么，听到儿子说要问他一件事，他还很感兴趣的。洋洋说道：“妈妈，陆叔叔说想加入我和妈妈的小家庭，问我同不同意。我是小朋友，做不了主，问妈妈的意思。妈妈同意我就回复陆叔叔了。”说完后，他还冲陆东明叫喊：“陆叔叔，你走快点，我帮你问我妈妈了。”“哎，有地洞吗？”“哪里有地洞？”他想钻进去，要不老天爷来一道响雷把他劈晕吧，那样还能避免尴尬。他也被儿子天真无邪的问话问住了。那陆东明趁他不在时，都跟洋洋说了些什么呀？“陆叔叔，陆叔叔，你快来吗？”“我问妈妈了，你不用害怕，再问我妈妈一次吧。”洋洋热心的很。“洋洋！”海玲拍了拍儿子朝陆东明招手的小手，洋洋这才发现妈妈的表情不对劲。“妈妈这是不同意吗？”“哎，为什么呢？陆叔叔很好呀。”“妈妈，你不同意陆叔叔加入我们吗？”“陆叔叔很好，我喜欢陆叔叔，不过陆叔叔说要当我爸爸。”“哎，我有爸爸的，不想贪心要两个爸爸。”陆东明，他去撞墙来得及吗？陆东明因为洋洋的话尴尬，那海玲也是。就他看向陆东明，陆东明就咧嘴冲他笑。海玲无语至极，他沉默着，也是在想着该怎么回答儿子。“妈妈！”洋洋稚嫩的童音再次响起。“妈妈，你是不是不同意啦？”
洋洋。海玲温和地道：“洋洋有爸爸了。陆叔叔是陆叔叔，一直都是陆叔叔。”海玲，陆东明叫了一声。陆总，洋洋还小，他不懂事，你别跟他说这些话。我的人生，也不是洋洋能帮我做主决定的。海玲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严肃至极。陆东明歉意的道：“海玲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现在就和洋洋说那样的话。不过，海玲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对洋洋也是真心的喜欢，会视洋洋如同亲生的。陆总，我说了，现在我不考虑感情的事。”海玲面对着陆东明，平静的道：“希望陆总能理解，更希望陆总死了那条心，我们不适合。陆太太说的对，就算当妈的勉强答应了儿子，不喜欢他就是不喜欢他。那以后等他过了门，婆媳矛盾呢就会一直存在。就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。况且呢，他是真的没有想过再嫁，就像他和战奶奶说的那样，他觉得婚姻没有带给他幸福感，只带给他伤害与痛苦。就只有他的付出和牺牲得到的是背叛。在婚姻栽过了跟头，好不容易挣扎着出来了，他何苦再跳进去？就现在的他又不是少了男人就活不下去，怎么就不适合了？海玲，我妈跟你说了什么？她是不是逼着你远离我啊？陆太太没说什么，是我觉得我们不适合。陆总，你对我的好我很感激，但是我不爱你，不想接受你，就是不想接受，如同你不接受于小姐一样。陆东明张嘴，却不知道如何反驳海玲。他没有苏南那样油嘴滑舌，对上他心动的女人时，他的口才更差，想表达的意思总是找不到好词语来形容，来组织语言说出来。他就会最直白地告诉海玲，他爱海玲，在追求海玲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追求，并不是在玩弄海玲。陆总，谢谢你帮我照看了洋洋，我先带洋洋回家。海玲说着抱着儿子就走。走到自己的电瓶车前，他把儿子放坐在他的前面，他骑着电瓶车很快就离开了这家商场。陆东明没有拦他，更没有再次追上他，就那样站在原地，默默地看着海玲离开，看着母子俩的身影很快就融入了夜色中啊。海玲带着儿子回到了租房里，换了车钥匙，又牵起儿子的小手，对儿子说道：“洋洋，妈妈送你去小姨家里。”妈妈，洋洋是才3岁，大人说的话他是有很多听不懂的，但他会察言观色。妈妈不太开心啊。他搂抱着海玲的腿，扬起小脸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闪烁着害怕。那他害怕是他导致妈妈不开心的。妈妈，是洋洋错了吗？小家伙怯怯地问着。那海玲蹲下身去，搂抱了一下儿子，然后松开了他。洋洋，你没错。他温柔地道：“洋洋做得对，你已经有爸爸了，咱们不贪心，不要2个爸爸。”可是妈妈因为洋洋问了那个问题就不开心，还对陆叔叔不太友好的样子。妈妈，我喜欢陆叔叔，但他不是我爸爸，他有爸爸的。那洋洋固执得很，就像当初周红林在他面前说陆东明的坏话一样，他坚持说陆叔叔很可怕，但陆叔叔不是坏人。不管爸爸跟他说什么，他都不会改变对陆叔叔的看法。是好人就是好人，是坏人就是坏人，不能把坏人说成好人，也不能把好人说成坏人。妈妈没有不开心，妈妈刚才是想事情了。海玲笑着，你看妈妈在笑呢。这个孩子聪明又敏感。洋洋看着妈妈笑，相信了妈妈的话。妈妈没有因为他的话而生气。妈妈，陆叔叔想娶你当老婆，是真的吗？洋洋一放下心来，便问着海玲这个话题。就陆东明还真的是什么都和洋洋说。洋洋才多大呀，懂什么？就算洋洋能接受陆东明当他的爸爸，他的决定也不能改变海玲的决定呀。那是陆叔叔逗你的，不必当真。洋洋哦了一声，陆叔叔逗我的。走吧，
妈妈送你去小姨家里。海玲站起来，再次牵着儿子的小手，要把洋洋送到妹妹那里去。好，洋洋已经习惯了每天在小姨家里醒来。要去站印的山顶别墅，海玲没有再骑电瓶车，怕电瓶车电力不足，跑到半路没电的话，那很麻烦。她直接开着她的新车，就送儿子去山顶别墅。海童刚结束与沈小军的通话，那沈小军自然赞同扩大投资以及买地建公司的事。他说：“彤彤，我完全信任你和小飞，你们决定了，知会我一声就行，我完全没意见的。”海童跟他10几年的交情了，两个人好的能穿同一条裤子。商小飞是商家的千金，人品也好，加上是海童的亲表姐，那沈小军也不担心商小飞会坑他这个合伙人。大少奶奶，明叔走过来对海童说道：“大少奶奶，海小姐来了。”海童嗯了一声，起身便走啊。刚出到屋门口，就遇上了姐姐母子俩。姐，海童叫了姐姐一声，然后抱起了外甥，就在外甥的嫩脸上亲了好几下。洋洋一向跟小姨亲近，小姨亲了他也大方地亲了亲小姨的脸。那很快他就被大手抱离了小姨的怀抱。洋洋还没有看到姨丈的脸，因为姨丈把他抱过去后，按着他的头靠在姨丈的肩膀上。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时，听到小姨说着姨丈，洋洋在呢。他在呀。等到洋洋能看到姨丈的那张俊脸时，小家伙发现小姨的脸有点红，他眨着大眼睛不明所以。刚刚他亲小姨的时候，小姨脸上并没有红的像抹了胭脂一样。洋洋，姨丈跟你说件事。战印刚才在海童的脸上亲了好几下，意思是抹去洋洋的痕迹。这个霸道鬼一出来看到洋洋在亲着海童的脸，他竟然吃着一个3岁孩子的醋。战印抱着洋洋先进屋，边走呢边对洋洋说话。姨丈想跟洋洋说什么呀？洋洋一脸的好奇啊。然后呢，他的姨丈就跟他长篇大论。姨丈说的话，他好多听不懂的，只听懂了一个意思，就是姨丈说他是个男的，不能老是亲小姨的脸。可是那是他的小姨啊，小姨都能亲他的小脸呢。最后洋洋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大人的世界真是复杂难懂。战印对洋洋说的话让海童无语至极，她只得对丈夫说道：“老公，你带洋洋上楼洗澡吧。”好，战印带着洋洋上楼去，还对洋洋说道：“今晚姨丈帮你洗澡，我要拿我的玩具去洗澡，可以拿你的水枪去。”好，一大一小边上楼边谈着条件。海玲对妹妹说道：“战印会把洋洋宠坏的。”不会，他是宠着洋洋，但也有原则的，不会一昧的宠着洋洋，被姐教得很好，也不会恃宠而骄，他知道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的。洋洋现在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不管是商家还是战家的人都很疼爱他。姐有话想和我说。海童看着姐姐，陆太太今晚约我出去见面谈话了，那在妹妹面前，海玲无需隐瞒。妹妹有事会跟她商量，征求她的意见。她也一样。陆太太是不是拿着几百万的支票让姐远离陆总啊？海玲瞪着妹妹。海童笑，电视剧里经常有这样的剧情呀。就她完全不担心陆太太约姐姐见面，姐姐会吃亏。陆太太跟我说了很多，最后希望我的任你时退租，搬离现在那条街道，搬店遭受到的损失，以及租新店需要花的装修费用，她都会补偿给我。彤彤，你说我要不要搬？海玲问着妹妹，不等妹妹回答，又自顾自地说道：“当初我就想过搬的，但我觉得那样没有用，陆总一样能找到我那里去。陆太太更希望我带着洋洋悄悄地离开管城，说什么允许我和你还有大姨他们联系，但要你们保密，不要泄露我的行踪。说这样做，陆总就会死了心。”海童不笑了，表情变得严肃，还有生气。
陆太太怎么能这样要求你？凭什么要让你离开管城？明明是他的儿子主动喜欢你啊，追求你，他怎么不让他的儿子离开管城，还你清静呢？海玲却笑了，彤彤，咱们不愧是姐妹，我也是那样反驳陆太太的。凭什么让我走？凭什么要我牺牲？我觉得逃避不能解决问题。姐，你不要搬离现在的那条街道了，你的店开在那里也有一段时间，好不容易积累了一点熟客，你搬走了，什么都得重新开始。只要你守住自己的心，不被陆总掳了去，任凭陆总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有用。你若是顺从了陆太太的要求，带着洋洋离开了管城，说不定陆总这辈子都不能忘记你，往后余生都在寻找你母子俩呢。他追求一段时间得不到回应，加上他妈会阻拦劝说，时间长了，那他就会死心放弃还你清静。海玲也是这样认为的，他离开并不能解决问题啊。妹妹的想法和他一样，那他就不搬，更不会离开管城。他的心，他绝对守得住啊。跟妹妹倾诉过，听取了妹妹的意见后，那海玲就不把陆太太约谈他的事放在心上了。要折腾，这陆太太自己折腾去吧。反正她也向陆太太承诺过，只要陆太太不同意，她绝不嫁入陆家门。就算陆太太同意，她也不一定入陆家门。我先回去了，明天还要开店。海玲起身告辞。姐，都这么晚了，留在我这里过夜吧。这条路我已经跑熟了，再晚我也敢自己开车回去。我凌晨就要起来，怕会吵到你和战印休息。特别是战印，他工作那么忙，休息不好，第二天怎么工作？海玲婉拒了妹妹的好意，坚决不同意留在妹妹家里过夜。海童无奈，只得送着姐姐出去。姐，洋洋上幼儿园的事，你想过让洋洋让哪所幼儿园了吗？海童问起外甥上幼儿园的事。海玲说道，我想让洋洋去金摇篮幼儿园，那所幼儿园恰好就在我的住处和早餐店中间，方便我接送洋洋上下学。那距离住处和他的早餐店都是差不多的路程。我觉得管城中心幼儿园更好一点。战印说中心幼儿园是管城最好的幼儿园了，就是贵。不过对于他们来说，那点学费不成问题啊。海玲笑道，在管城的人，谁不知道管城中心幼儿园是管城最好的幼儿园？但那里的学费也最贵啊，一年的学费需要10几20万的，不是普通人家可以负担得起的。而且中心幼儿园也是出了名的难进去，就算家里有钱能支付得起昂贵的学费，也不一定能挤进去呢。这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啊？问题是中心幼儿园不是有钱就能进去的呀。我还有存款，现在店里也能挣钱，供洋洋在中心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还是可以的。但是我们能进去吗？海玲的存款都够供儿子上3年的幼儿园了。我也了解过金摇篮的幼儿园，在那个片区里，那所幼儿园也挺好的，环境好，老师也负责任，当然无法和中心幼儿园比。我们普通人家的孩子上金摇篮幼儿园很可以了。海童说到，战印问起这件事跟我说过，若是姐想让洋洋进管城中心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，就他会帮忙让洋洋进去的。学费的事，姐也不用担心，有我和战印呢，我自己的钱都够，不用你们俩帮洋洋出学费。海玲拒绝让妹妹夫妻俩出儿子的学费，她想了想后说道，若是战印能帮忙把洋洋进入管城中心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，那就让战印帮忙，需要花费多少钱跟我说，我出那些钱。洋洋是我的儿子，他的学费理应我这个当妈的出，事关儿子教育的问题。海玲没有像其他事那样坚持不让妹夫帮忙，她和所有家长一样，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。好，那我就回复战印了。
海童并没有跟姐姐抢着给洋洋交学费，只要姐姐想让洋洋进入管城中心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就行，就姐姐也支付得起那些学费。用姐姐的话说，洋洋是她的儿子，学费理应由姐姐支付。若是姐姐支付不起学费，姐姐也不会想让洋洋进入管城中心幼儿园的。海童非常了解姐姐，哪怕她现在是占家的大少奶奶，最不缺的就是钱了，但姐姐坚持着靠她自己，从不肯向她这个妹妹提钱的事。姐姐总怕跟她提钱，会影响到她在婆家的地位，拖了她的后腿。海童也不是那种一昧拿钱帮忙亲人的人，他是觉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彤彤，谢谢你们，因为有你们夫妻俩，洋洋的起跑线就赢在别人之上了。海玲对妹妹夫妻俩感激不已。姐，你再跟我说这种话，我就生气了。没有姐姐，我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呢。咱们是亲姐妹，相依为命的姐妹。洋洋又是我带着长大的，我是洋洋如同亲生儿子，事关他的教育，我和姐姐一样重视的。咱们没能力、没条件时，就只能望着名校星探；当我们有能力、有机会时，就要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。海玲笑着，好好好，姐以后不跟你说客套话了。很晚了，你回去休息，不用再送姐了。姐又不是第一次来你们这里，姐当成是自己的家的了。姐就嘴上说当成自己的家，身体一好就换回租房去住了。说给你买一套房，你死活不接受。海童抱怨着姐姐，姐自己有那个能力买房，不需要你送给姐。像买车一样，姐需要用到车子，自然就会去买，不用你们赠送的。姐希望一切都靠着姐的努力挣来。海童不说话了，战印已经开始草拟着彩礼清单。他跟海童商量说赠送一栋别墅给姐姐，但担心姐姐不接受，把说服姐姐收下别墅的任务交给他。海童想啊，这个任务的难度太大了。海玲呢，在妹妹的目送下开着车离开了别墅。海童站在别墅门口看着姐姐离开，直到车子看不见了，他才转身往回走。小姨，刚洗完澡的洋洋抱着一把大水枪冲出来，用水枪指着海童，不过不敢滋水，怕弄湿了小姨的衣服，被姨丈打小屁屁。他是过了的。滋湿了小姨的衣服，那小姨倒是不生气，但是姨丈生气啊，不仅口头教育他，还打过他的小屁屁，虽然力道不大，打得他不痛，却也让他长了记性。玩水枪的时候不能对着人扫射。海童配合着举起了手做投降状，笑道：洋洋，小姨投降了。他上前抱起了小家伙，洋洋真香啊，表姨才香。洋洋说了句，表姨身上总是香香的。小姨身上也有点香，但很淡，没有表姨的那么浓。海童笑道：你表姨是喷了香水的，她不喜欢用香水，战印送过不少名贵的香水给她，见她不喜欢用，战印才不再送。哎，小姨，我妈妈回家了。妈妈明天还要上班，要早点回去休息。洋洋哦了一声。海童就放下了他，牵着他往屋里而回。战印刚从楼上走下来，见到姨甥俩时，他笑道：小家伙跑得真快，刚帮他穿上衣服就溜得比兔子都快。姐回去了。回去了。很快夫妻俩啊在沙发上坐下来，那洋洋就在夫妻俩面前自己玩着。老公，洋洋上幼儿园的事，我姐说你若是能帮忙，让洋洋进入管城中心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，就帮个忙。需要花费多少钱？跟我姐说一声，我姐支付那些费用。我若是不能帮忙，也不会问你这件事，包在我身上，保证让我战印的外甥能进入管城中心幼儿园，也不用什么费用，就算有需要我帮姐出了。学费的事……不等战印说完，海童就打断了丈夫的话。他说道：我姐说洋洋是她的儿子，学费理应由她来出，
那是她当妈的责任。我姐能支付那笔钱，她才会想让洋洋就读最好的幼儿园的。我们跟姐争抢的话，我姐就不会让洋洋上最好的幼儿园了。老公，我觉得你交给我的任务，我很难完成呀。战印想想大姨姐的脾性，说道：那行，我们不和姐争，给姐的那栋别墅肯定要给姐的。咱们有空的时候就去看看房子，看那种精装修的，不用姐再费心思及时间去装修。好，海彤又告诉丈夫，陆太太今晚约谈姐姐了。对此，战印一点都不意外。若不是忌惮她和商家以陆太太的脾性，早就强势的把海玲整得在管城待不下，离开管城了。姐和东明的事由着他们自己解决，只要陆太太不强势的对姐，我们就不插手。海彤点头啊。海玲独自回到自己的租房，意外的看到了前夫周红林在她的租房门口等着她。她皱了皱眉，多少猜到周红林又找过来的原因。你回来了？周红林客气地问着。洋洋呢？他手里还提着2袋东西，一袋是零食，一袋是各种小玩具。是他这个当爸的买来给儿子的。洋洋住在彤彤家里，方便阿七送他去上课。洋洋也要准备上幼儿园了，你有没有想好让洋洋去哪所幼儿园？你若是不方便接送，我让我妈帮忙，我妈肯定很乐意的。周红林想着洋洋是自己的儿子，他当爸的能帮个忙还是要帮忙的。不用了，阿七会接送洋洋的呀。现在还没有决定，在妹夫还没有给他确切的答复时，海玲都不会告诉前夫，他送儿子就读管城最好的幼儿园。海玲开了屋门，推门进去，周红林跟着进屋呢，海玲呢便没有关屋门。我给洋洋买了点吃的和玩的过来，今晚本来要陪他玩的，我失信了。周红林带着叶佳妮离开商场后，坚持着要带妻子去医院检查。经过医生的检查，知道叶佳妮什么事都没有。周红林就明白叶佳妮是骗他的，他有点生气，但面对着怀孕的妻子，他最终呢忍住了脾气，